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我哋中國嚟緊就有一個未來嘅能源計劃。呢個計劃就係用嚟打破到傳統嘅美國石油霸權而設計到嘅一個龐大計劃嚟嘅。相信好少人係聽聞過呢一個計劃嘅。咁究竟憑住我哋中國嚟緊所實施到嘅全球電網，又係咪可以真係取代到美國嘅石油霸權？中國未來嘅能源計劃究竟要走過幾多步先至能夠最終實現到我哋嘅戰略方向呢？我哋又點樣透過呢個計劃完全嚟到做到中國嘅能源供應係可以自給自足，甚至乎輸向全世界？相信關於呢一方面嘅知識，呢一方面嘅計劃，大家係比較少聽嘅。所以之後落嚟嘅時間，我就會為到大家詳細介紹究竟中國未來能源計劃係啲乜家伙，又點樣嚟到完全取代美國嘅石油霸權。咁樣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嚟到詳細講下呢一個計劃嘅。跟住我哋就講下內地公安部呢，有鑑於要打擊呢個電騙嘅罪案，近日呢就起草咗一個叫做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違法犯罪聯合懲戒辦法。哇，個名呢係有啲長嘅，不過呢個意義非凡。咁轉頭翻嚟，我哋就講下呢個電騙乜乜乜懲戒辦法入面呢係點樣去到懲戒嗰啲電騙嘅人士。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做齊新潮文三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來就要講下中國嘅未來能源計劃，究竟我哋中國嚟緊所推行到嘅全球電網，可唔可以有效取代到現在人類都廣泛正在使用到嘅石油，從而取代到美國嘅石油霸權呢？要知道呢個答案，我哋首先從一啲端倪裏面都可以睇得出，呢個計劃正在一步一步咁去實現當中嘅。點解我哋中國要大力推動電動車、新能源汽車？點解我哋中國要將充電樁列入為新基建嘅項目？又點解我哋要大力咁樣援建亞洲同埋非洲嘅國家？其實呢三者之間都聯繫住背後一個屬於我哋嘅超級大國戰略嘅。呢一個戰略就係屬於我哋中國嘅能源獨立計劃。只有自主能源獨立，先至能夠避開以美國為首嘅石油霸權嘅。喺近年，即使連印度都不斷咁樣叫囂到威脅中國封鎖馬六甲海峽，咁就更加唔好講到美國政府近年對我國嘅經濟打壓已經陷入到瘋狂嘅地步。所以萬一喺有起咩事上嚟嘅時間，尤其係戰時打緊仗嘅時候，能源同埋經濟安全嘅問題，我哋一日唔解決嘅話，一日都只會保留住呢個擔憂喺我哋心入面嘅。當然我哋擔心嘅唔係話印度所謂封鎖馬六甲海峽啦，佢冇咁嘅能力。我哋擔心到嘅係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萬一喺戰時嘅時候封鎖我哋主要嘅能源通道，咁到時我哋應該點算呢？呢一份嘅擔憂係並非冇佢嘅道理嘅，因為喺傳統嘅能源項目上面，中國缺少石油、缺少天然氣，早就已經唔係一啲乜嘢嘅秘密嚟㗎啦，係人所共知嘅。所以我哋喺傳統嘅石油或者天然氣上面，主要依靠到嘅都係入口。咁究竟我哋傳統嘅能源運輸路線萬一被封鎖嘅話，我哋有冇辦法解鎖？最終有冇一個解決方法係可以有效解決得到呢？答案當然係有啦。而且喺能源嘅戰略方向上面，我哋唔單止要突破能源運輸路線嘅封鎖，更加長遠嚟睇呢，我哋係要實現到能源嘅獨立，甚至乎係徹底
咁去替代石油嘅。如果進程順利，喺未來咧仲可以用到嚟擊潰石油霸權。咁我哋實現到呢個戰略，初步嚟講咧就分為以下4大類嘅戰略嚟到實現我哋嘅目標嘅。嗱，現時我哋中國將能源嘅策略就分為第一，保持能源嘅現狀嘅供應順暢；第二就係突破封鎖；第三步就係實施獨立自主、自給自足；而第四點就係擴展到去未來嘅全球能源計劃，就分4階段嘅。現時我哋嘅能源狀況係咁嘅，根據到而家全球已探明嘅可開採石油儲量，全世界嚟講咧就有2305億噸嘅石油儲量嘅。而喺依2305億噸嘅全球石油儲量入面我哋國家只係佔到其中唔到60億噸啫，佔比咧只不過係僅僅佔到全球嘅2.6%，而我哋中國每年嘅原油產量就係1.91億噸，但係我哋每年所消耗到嘅石油，中國嘅石油消費量每年係可以達到6.6億噸嘅，亦即係話到我哋中國所生產到嘅原油產量只係及得上我哋嘅消費量嘅3成嘅啫，仲有多達7成嘅缺口係需要從外地嚟到進口嘅。而喺天然氣方面，亦都非常之可惜，因為中國嘅頁岩氣、頁岩油其實咧儲量係非常之豐富嘅，但係奈何天公不造美，大部分嘅頁岩氣其實係處於我哋國土以下2000米深嘅惡劣環境入面嘅。呢啲位於地底成2000米深嘅頁岩氣、頁岩油，佢嘅開採成本係十分之高，而且難度亦都相當之大。仲有位於咁深嘅地下入面嚟到開採呢啲頁岩氣、頁岩油，仲會造成到一個風險。呢個風險就係好有可能咧會造成人為地震嘅。所以即使我哋嘅頁岩氣、頁岩油儲量非常之豐富都好啊，由於佢太深入地底啦，所以我哋都係唔能夠將佢開採嘅。即使揀開採都好，都要面臨風險。再加上開採成本係咁高嘅話，亦即意味住佢嘅經濟效益差，所以咧係唔能夠成為到我哋今後能源改革方向嘅一個重點嚟嘅。而我哋國家每年進口所輸入到嘅天然氣總量咧，就將近1萬噸，金額咧亦都係去到287億美元嘅。姑勿論石油又好，天然氣都好，喺以往我哋中國所進口到嘅能源咧，有成8成都係經呢個馬六甲海峽道途經呢個海峽運到入嚟嘅，我哋中國嘅。所以我哋而家面臨嘅情況就係我哋非常之依賴能源嘅進口，而且進口嘅管道通道亦都係咁單一嘅時間先至有到啊。一個缺點就係點解美國下下都話要封鎖馬六甲海峽啊？因為而家馬六甲海峽基本上都係由到美軍控制嘅，所以呢張牌佢哋係樂於使用。基於咁樣嘅情況，你話我哋國家唔知道咩？其實一早就知，我哋中國好早之前就已經開始到相應嘅戰略嚟到與之應對㗎啦。呢個戰略就係能源嘅儲備計劃。但係咁聽個字眼，我哋聽得出分別嘅。能源儲備計劃同能源嘅獨立自主計劃係相當之唔同嘅。能源儲備終歸都只不過係一個治標唔治本嘅方法。畢竟再多嘅儲備遲早都會用完，點樣突破封鎖先至係規劃到我哋能源大計劃嘅第一步。咁而家咧，我哋就嚟講下我哋究竟點樣突破呢一個能源嘅通道運輸。而家咧就先嚟睇一睇我國所身處到嘅地理位置先。首先，位於我哋中國北邊嘅俄羅斯，佢嘅能源儲備係相當之豐富嘅。俄羅斯嘅石油儲備喺世界上嚟講咧係排行第3嘅，而天然氣儲量更加係排行世界第一。而位於我哋中國西北邊嘅，同樣都係資源豐富嘅中亞3個國家，分別咧就有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同埋土庫曼斯坦。單計土庫曼斯坦嘅天然氣，佢嘅年產量就已經達到1000億立方米，呢個數字已經超越咗我哋中國2010年全年嘅天然氣總消耗量㗎啦。當然仲有更加遠處，我哋人所共知位於中東地區嘅石油儲存，更加係全世界最豐富嘅地區。亦即係話到，從我國嘅地理位置睇上嚟雖然我哋國家嘅石化能源上嘅儲量係比較少，但係我哋國家周邊嘅油氣資源
就相當之豐富啦。好啦，我哋知道呢個背景以後呢，就可以繼續睇落去啦。如果要避過馬六甲海峽，我哋點樣規劃到一啲路線嚟到有效規避呢？從地圖上睇，位於我哋中國西邊就有我哋嘅鐵桿盟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喺印度洋就有一個好重要嘅港口，亦即係我哋之前拍攝節目所講到嘅瓜達爾港。而喺我哋中國嘅西南邊，緬甸呢個國家，佢嘅國內亦都可以擁有到一啲重要嘅港口嚟到繞開馬六甲海峽嘅咽喉之地嘅。喺咁樣嘅背景情形底下，為咗打通馬六甲海峽嘅封鎖線，所以2015年呢，我哋中國首次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呢一個宏偉嘅計劃。當中一帶一路呢，亦都有作為我國突破能源封鎖嘅呢條鎖匙喺度計劃上面嘅。具體啲講，我哋嘅戰略就係要嚟到搭建5條唔同嘅能源運輸通道，嚟到改善到以往只單靠馬六甲海峽運輸能源嘅呢個局面。所以咧，亦都稱之為5大油氣戰略通道嘅。咁呢5大油氣戰略通道，佢具體嘅位置喺邊度呢？首先講到我哋中國西邊地區嘅中亞5國先啦。透過橫跨中亞5國入面嘅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同埋哈薩克斯坦，再接駁到去到我哋中國新疆地區嘅就有中亞天然氣管道。當中亞天然氣管道接駁到去我哋中國方向新疆地區嘅時間呢，就會透過我哋現在擁有到嘅西氣東輸計劃，就將嚟自於中亞轉到過去新疆嘅天然氣，再透過西氣東輸，就會由新疆地區轉到去我哋中國沿岸東部嘅地帶㗎喇。所以整條管道又稱之為中亞中國管道。中亞中國嘅天然氣管道加起上嚟係全世界最長嘅天然氣管道，全長係超過1萬公里咁多嘅。呢一個就係我哋突破嘅第一條路線。而第二條突破嘅路線就要數到我哋中國同巴基斯坦之間嘅中巴油氣管道啦。中巴油氣管道其實就係依託住中巴鐵路以及嚟緊我哋將會興建到嘅中巴經濟走廊，而沿路興建到嘅一條新嘅橫跨巴基斯坦至中國之間嘅油氣管道嚟嘅。中巴油氣管道係透過嚟自於中東嘅石油，再運送到去巴基斯坦嘅瓜達爾港。當呢啲油氣資源上岸以後，就可以利用到管道由瓜達爾港穿過巴基斯坦嘅國境，再運送到去我哋中國新疆地區嘅喀什，然之後再透過油氣管道再輸送到去我哋中國嘅東部沿岸，去到完成整個計劃嘅。當然，巴基斯坦本身佢並冇出產石油或者天然氣，中巴油氣管道只係將中東嘅石油以及係天然氣繞過馬六甲海峽嘅一個中轉站啫。所以就有別於之前我哋所講到嘅中亞天然氣管道，就唔係由天然氣嘅產出國直接輸入到嚟我哋中國嘅，呢點係有分別嘅。不過都已經有效咁樣啊，可以成功避開馬六甲海峽之困。而同樣地，位於我哋中國西南方向第3條能源運輸嘅突破路線，就係位於緬甸至到中國之間嘅中緬油氣管道啦。中緬油氣管道嘅原理其實等同於中巴油氣管道，同樣都係以中轉站作為目標，就將中東嘅油氣資源透過緬甸嘅膠漂港嚟到去上岸，然之後就透過中緬油氣管道由膠漂港嗰邊呢，就直送到呢啲油氣資源去到我哋中國雲南省，然之後再運送到廣西嘅貴港市嘅。因為喺貴港市嗰度呢，就有我哋嘅西氣東輸嘅路線喺裡面嘅，運到過去嗰度集中，咁就啱晒啦。亦都可以運送到全國嘅沿岸東部地區。喺2013年至2019年，中緬油氣管道啊已經累計向中國輸氣超過3000億立方米㗎啦。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第3條突破路線。而第4條嘅突破路線，當然唔少得我哋中國北部嘅鄰國俄羅斯啦。俄羅斯嘅能源非常之豐厚，全球第3嘅石油儲量，以及係全球第1嘅天然氣儲量。當然我哋需要重點建設。嗱，以下嘅呢一幅圖呢，就係俄羅斯原油嘅分佈圖。大家可以睇到
俄羅斯嘅主要產油區咧，大話都起碼有5個咁多，其中面積最大嘅就要數到西伯利亞嘅產油區，呢個產油區嘅面積仲要比我哋中國西藏嘅面積更加大，原油儲量係達到48億噸，天然氣儲量咧亦都達到25.2萬億嘅立方米嘅。而現在橫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嘅油氣管道咧，仲要分成東西2條線去走㗎。首先講西線嘅工程先啦，西線嘅工程就被稱之為西線中俄油氣管道嘅。呢條油氣管道已經談判超過20年先至得以落實興建嘅，整個項目估計價值都起碼值4000億美元。西線工程嘅中俄油氣管道分別咧就呈住2個唔同嘅方向走。第一就係中俄嘅原油管道，就喺俄羅斯嘅秋明油田作為出發點，而另外一邊廂中俄嘅天然氣管道就由東西伯利亞嘅產油區嗰度作為出發點。當中俄原油管道同埋中俄天然氣管道兩者匯聚之後啊，就會由我國新疆地區嘅阿勒泰地區就嚟到接駁翻我哋嘅西氣東輸嘅項目裏面嘅。而另外一邊廂俄羅斯同中國之間嘅油氣管道東線工程就係取道於俄羅斯遠東地區，出發點咧就係俄羅斯嘅泰舍特，再去到遠東地區都為人所熟知道嘅海參崴作為一個終點站嘅。但係海參崴嗰邊其實佢最主要嘅都係輸送到呢啲油氣資源去到我哋嘅鄰國日本同埋韓國。不過整個嘅俄羅斯東線原油管道佢途經到嘅地方呢，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全部都係位於靠近我哋中國邊境呢一邊嘅。其實呢條線路就有好多沿途唔同嘅點都可以接駁到去我哋中國北方嘅大慶油田區入面，用到當地成熟嘅油氣處理設施嚟到接收位於俄羅斯原油管道東線工程裏面所提供到嘅油氣資源嘅。現在中俄原油管道已經向到中國供應到1500萬噸每一年嘅原油進口噶啦。而中俄嘅東線天然氣管道北段呢，亦都喺2019年12月已經正式通氣。呢一個呢，就係我哋位於俄羅斯中國北邊嘅第4條能源戰略嘅突破通道。咁我哋頭先所數到嘅以上4條突破路線，其實都係屬於陸上嘅通道嚟嘅，或者係屬於海上轉陸上嘅通道。咁如果計埋嗰啲從海上進口嘅通道，咁夾埋咧就有5條嘅主要能源運輸路線噶啦。海上嘅通道佢係點樣行嘅呢？其實海上嘅通道咧都要分3條路線去睇嘅，分別就係中東嘅航線、非洲嘅航線同埋嚟自於南美嘅航線所組成我哋海上嘅能源進口通道嘅。第一條中東航線亦都係最傳統嘅航線啦，就先經由中東嘅波斯灣，再出到霍爾木茲海峽，然之後再途經印度洋，再經過馬六甲海峽，再去到中國嘅南海，運送到石油同天然氣資源去到我哋沿海嘅城市。呢個就係海上路線裏面嘅傳統中東航線。而我哋另外一條比較新嘅海上航線呢，佢嘅出發地就由非洲嗰邊嚟到去出發嘅，所以咧亦被稱之為非洲航線。從非洲多個唔同嘅位置，例如係途經蘇伊士運河，再出紅海，再去到亞丁灣，經印度洋，再經馬六甲海峽，去到中國南海，就係非洲航線嘅大概路線啦。如果話到非洲航線係比較新嘅話，咁以下落嚟呢條航線就仲新，因為呢條航線係不經馬六甲海峽嘅。呢一條呢，就係由到遠在我哋中國地球另外一邊嘅南美航線，由到好似委內瑞拉呢一啲石油國，再經巴拿馬海峽，然之後再橫跨整個太平洋，再運送到我哋中國呢一邊嘅3條嘅海上進口能源通道，就構成咗我哋最後嘅5大油氣戰略通道嘅最後一條，集成咗一張貫穿南北、橫跨東西，實現到海上同埋陸上雙運輸嘅能源大網，就徹底解決到以往中國能源補給以及係石油進口只係單一依靠到馬六甲海峽進入嘅危險性啦。尤其係好似某啲運輸路線咁，例如係
中巴油氣管道或者中緬油氣管道呢一啲呢，喺兜過咗馬六甲海峽之後啊，唔單止為到我哋提供咗多兩個選擇，仲可以直接將油氣進入到中國嘅航程呢，就比起兜過馬六甲海峽呢，仲要減少多8000公里嘅行程，喺個行程上都縮短埋，又可以分散風險，所以亦都印證咗我哋中國嘅一個傳統。你哋美國想封鎖我哋邊個領域嘅話，我哋就往嗰個領域突破。唔單止從能源安全上嘅角度去睇，連經濟效益都贏得翻嚟嘅時候啊，就體現咗我哋中國一帶一路能源戰略嘅智慧啦。嗱，睇到嚟呢度，大家仲擔唔擔心到我哋嘅能源係會被封鎖呢？可能大家呢都將呢個擔憂暫時放低咗落嚟啦。不過唔好咁快高興住，因為當大家以為一帶一路僅僅係為咗解決中國嘅能源安全問題，咁就未免太睇小呢個計劃啦。中國嘅定國安邦戰略又點會淨係得咁多啊？我哋回想一下，究竟一帶一路倡議之初嘅概念係咩先？俾翻幅圖大家睇下，就係構建到新嘅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埋構建到21世紀嘅海上絲綢之路嘅合作建議啊嘛。倡議咧就係以呢一種嘅形式嚟到途經沿途嘅國家喺合作共贏嘅情形底下，就係呢啲路線圖上面建立經濟帶嘅，亦即係建立一張橫跨中國、中亞、中東、歐洲與非洲之間嘅經濟大網絡嘅。因為畢竟國家與國家之間都係以利益作為基礎嘅，如果冇利益作為基礎之間嘅國際合作呢，其實即係等同於空談。世界就係咁現實嘅，冇經濟冇利益作為合作基礎嘅呢啲合作合同啊，其實等同於廢紙，係冇分別嘅。所以利益同埋經濟合作先至係當中嘅重中之重。試諗下，如果經濟同能源嘅互相融合網絡一旦建成，亞洲、非洲乃至於歐洲嘅經濟同埋能源會唔會更加緊密、更加融合呢？而中國作為呢個計劃嘅發起者，佢嘅影響力係咪會提高得非常之顯著啊？正因為我哋有一個咁超前嘅戰略，所以當我哋中國倡議之初嘅時間啊，美國先至咁緊張，亦都作出多次嘅阻撓。一方面就提出所謂嘅印太再平衡戰略，嚟到希望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嚟到希望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壓制我哋中國一帶一路嘅戰略。而另一方面又提出到咧，同我哋中國嘅能源合作，試圖咧就諗住令我哋打消能源突破封鎖嘅呢個念頭嘅。簡單啲講，即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呢個策略從來咧喺美國嚟講都係相當之熟噶啦，玩得。不過自從傻佬特朗普上咗任之後咧，本來嘅呢個策略咧都放棄咗。美國咧就行呢個美國優先嘅主旋律噶嘛，亦即係話從前一啖砂糖一啖屎嘅策略咧，而家砂糖就冇咗，得翻屎嘅啫，就拿住呢個制裁嘅大棒，直接利用到詆毀、插贓嫁禍、威逼等等嘅手段嚟到威逼其他國家放棄參與一帶一路。呢個咧就係自從狂人特朗普上任以嚟延續到今日嘅美國策略啦。美國諗住靠客嘅時間，反而令我哋更加認清楚，要突破呢一種嘅界限，始終要靠嘅咧都係自己堅定嘅目標。從前美國佬俾嗰啲砂糖啊，只不過係呢一隻老虎嘅假情虛意嚟嘅啫。所以我哋現在再進一步嘅目標就係點樣將我哋嘅能源同埋呢啲橫跨亞洲、非洲以及歐洲之間嘅經濟樞紐帶，可以將佢結合埋一齊呢？如果能夠結合到一齊嘅時間啊，就會成為牢不可破嘅一條輸送鏈。咁究竟有咩法寶呢？其實呢個法寶好簡單，就係依靠到我哋嘅基建啊，亦即係修路，修一條屬於橫跨呢個紐帶嘅能源之路，修一條橫跨呢個紐帶嘅經濟之路。要致富先修路呢句說話呢，真係唔係一句所謂嘅口號嚟㗎，而係我哋中國實實在在嘅成功經驗嚟嘅。冇通道，你再好嘅資源都賣唔到出去。至於點解修路之後就會達成致富，你睇下我哋國家唔同嘅村落啊，就會明白呢個道理噶啦。中國只不過係將呢個成功嘅經驗帶到出去，而其他嘅國家亦都有眼睇得到嘅。所以我哋嘅基建狂魔咧就正式出動，喺全世界嚟講咧都十分之受歡迎，因為大家都看在眼內嘅呢啲嘢。好多人就會問，點解
距離我哋中國咁遠嘅非洲，我哋要去走去援建，中國自己都未搞掂喎，點解要去到非洲啊？其實答案就係我哋要修建當地嘅基礎設施，完善當地嘅資源運輸通道，咁樣先至能夠搭建到呢一個未來嘅經濟同埋能源運輸紐帶嘅，先至可以將我哋中國同非洲連通嘅。咁呢個時間啲人就會質疑啦，喂，非洲冇錢嘅喎，你咁做咪好蝕底？係，非洲係冇錢，但係我哋現在過剩嘅美元外匯儲備正好咧係冇地方可以用嘅。我哋可以先借呢啲閒置嘅美元外匯儲備，將我哋多餘嘅外匯以及係我哋過剩嘅基建產能出口到去呢啲地方同國家，咁樣我哋期盼已久嘅能源就會從呢啲地方流翻入我哋國家噶啦。一旦我哋周邊嘅國家以及係地區佢嘅經濟被盤活，形成咗一個良性嘅循環，我哋專責輸出外匯同埋基建俾呢啲國家，幫佢哋修橋搭路，幫佢哋搞好基礎設施，借埋錢俾佢哋搞呢啲東西嘅時間，盤活咗佢哋當地嘅經濟，連通咗同我哋中國嘅道路，其實當地豐富嘅能源資源就可以進入到我哋中國，形成一個良性嘅循環㗎啦。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到以能源為輸入點，以經濟增長為樞紐帶嘅一條一帶一路完善經濟帶，就係咁嘅意思啦。而唔單止非洲喎，最得人驚嘅就係呢條經濟帶仲可以擴展到東亞地區乃至歐洲嘅地區。嗱，而家嚟講咧，疫情過後，全球都面臨住一個問題嘅，就係復甦不似預期，尤其喺歐美地區面臨住復甦慢、經濟下滑，傳統嘅消費市場已經缺少到購買力嘅時間啦，亦都會拖累到全球各國去到揾後疫情時期嘅恢復之路嘅。所以而家都係噶啦，全世界唔同嘅國家都正在揾緊一個新嘅突破點，希望將呢個情況扭轉過嚟嘅。因此，可能從前一帶一路嘅計劃並唔係被咁多國家睇好，但係而家咧就唔同晒啦，好多嘅國家都係尋求到一帶一路，可能就會嚟緊成為到後疫情時期佢哋嘅突破點。從今屆一帶一路嘅國際峰會有成140多個國家參與，就可以睇到呢一點啦。原因都好簡單，因為我哋講求嘅係實在，唔同美國啊，美國講嘅只係陰謀論。我哋國家嘅一帶一路合作講求嘅係令到亞非歐國家得到實際嘅利益，而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佢哋嘅阻撓勸嗰啲其餘嘅國家離開一帶一路，講緊嘅只不過係威逼，係唔會為呢啲國家帶嚟任何實質嘅經濟以及係利益嘅。所以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就顯得美國嘅呢啲阻撓行動呢係變得搖搖欲墜，唔穩陣啦。因為正如我哋之前話齋，拋開利益嘅合作計劃，其實都係等同於廢噶嘛。你美國益到人哋啲咩啫？淨係識講陰謀論，識講中國威脅論。而家人哋其他國家講求嘅係實質嘅利益啊，嗰啲陰謀論唔可以當飯食嘅。所以美國嘅呢個阻撓行動注定係唔會成功嘅。意思亦都係咁樣解。現在中國嘅一帶一路已經係代表住擁抱經濟增長嘅一個代名詞嚟噶啦。相反，抵制一帶一路就意味住失去經濟增長嘅機會。美國越係搞嗰啲去全球化、貿易壁壘嘅呢啲動作，其實亦都等同於違背全世界嘅發展方向。想冇運行嘅就擁抱美國嘅呢啲主意啦。美國越搞得多呢啲小動作嘅話，就只會令到全世界唔同嘅國家越積極參與到我哋一帶一路。我哋並唔係吹水嘅，到而家為止，一帶一路已經構建咗6個嘅主要經濟增長帶啦，分別就係中蒙俄經濟走廊，第二仲有新亞歐大陸橋，跟住仲有中亞西亞經濟走廊，第4個咧仲有呢個中巴經濟走廊，以及係位於我哋東南亞嘅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以及最後嘅緬中印緬經濟走廊等等嘅呢6個經濟增長樞紐帶嘅。喺呢6個經濟增長帶嘅形成之後啊，就會最終形成到一張連接住亞歐非以經濟、能源同埋基礎為之要素嘅3合一大網。而喺呢個大網入面，我哋中國就位於當中嘅樞紐角色，係一個冇辦法令人忽視嘅角色嚟嘅。以往我哋就有句說話話齋，條條大路通羅馬噶嘛。如今
呢句說話可能要改變一下啦，就係條條大路通中國，唯一唔通嘅呢，就係正在搞去全球化，搞什麼美國優先啊，貿易壁壘嘅美國呢條路呢就唔通嘅。嗱，講到嚟呢度，我相信大家呢都十分之放心啦。中國嘅能源計劃係同到咁多嘅國家喺利益上同埋喺經濟合作上係有咁多關聯嘅時間啊，係好難斷得開嘅。不過咁樣都未夠喎，呢一個只不過係中國能源計劃嘅其中一環嚟嘅啫。其實頭先以上提及到嘅，只不過係點樣嚟到作出能源封鎖嘅突破，以及係從唔同嘅國家輸入能源嘅策略嚟嘅啫。我哋有更加宏大嘅目標，呢個目標就係我哋要實現到我哋中國自主嘅能源獨立，擺脫石油嘅限制，只係單靠到我哋中國國內自給自足就能夠實施能源獨立。呢個策略係有別於頭先我哋前者所提及到嘅從外地輸入能源嘅計劃，係顯而易見嘅。咁究竟中國點樣可以透過自身去擺脫對石油嘅依賴呢？嗱，上天係公平嘅，係閂咗呢一道門嘅時間呢，就必然會開翻一隻窗俾你捐過去嘅。雖然我哋中國喺傳統嘅油氣資源嘅儲量上面係比較少，但係我哋中國咧就喺清潔能源方面卻係異常之豐富嘅喎。不論係風能、太陽能、水能、電能、地熱能等等嘅呢一方面資源呢，中國係有相當之龐大嘅優勢嘅。所以要實施到能源獨立以上嘅呢啲清潔能源呢，就係我國最大嘅手段。咁好啦，方向我哋有咗啦。既然清潔能源成為咗我哋嚟緊嘅主要方向，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方向雖然有咗，但係喺清潔能源嘅問題上面呢，以往我哋都面臨住四大嘅難題嘅喎。第一就係點樣開發呢啲清潔能源，第二就係點樣運送呢啲清潔能源，第三就係點樣有效儲存呢啲清潔能源，而第四就係點樣有效利用呢啲清潔能源。我哋呢係面臨住呢四大問題嘅。有問題我哋就預咗噶啦，但係都唔怕，只要一個一個咁逐個攻破咁就得噶啦。喺新能源嘅開發上面，其實我哋國家呢已經有長達20多年嘅探索同埋規劃噶啦，而喺未來呢，亦都會將花近30年嘅時間繼續發展。以最受矚目嘅光伏發電為例早喺1998年嘅時間我哋國家已經開始關注到太陽能發電噶啦，而喺2000年嘅時間，亦都頒布到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開始佈局光伏產業噶啦。喺2010年之後我哋國家仲成為咗光伏發電機裝機容量最大嘅國家。2019年年底，我哋中國嘅光伏、風電等等嘅呢啲新能源嘅裝機數量呢，仲雙雙突破咗2億千瓦。尤其係中國陸上風電嘅新增裝機量仲已經連續10年保持住全球第一添。而截至到據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我哋中國嘅再生能源已經等同6.8億噸嘅標準煤咁多。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佔到所有嘅能源消費嘅總量已經去到13.6% 啦。而其中可再生能源嘅發電量已經去到2.2萬億千瓦，就佔到全國總發電量已經係去到30%咁多啦。嗱，雖然呢一個數字都依然嚟到取代傳統嘅能源供應仲有一段距離，但係憑住咁樣嘅勢頭去到繼續發展嘅話呢，相信呢條路亦都唔會再遙遠噶啦。能夠做得到咁嘅數字，全靠我哋國家已經長達20幾年嘅堅持，亦都係對國家能源安全長期目光嘅最有力印證嚟嘅。水電、風電、太陽能等等嘅呢啲開發技術，亦都係國家長期以嚟堅持落嚟嘅成果。而家眾居民喺嚟緊新疆仲會舉行到一個超大規模嘅太陽能發電計劃、光伏發電計劃。呢個大型嘅光伏發電計劃，佢嘅發電總量咧，仲可以多達20座三峽大壩所提供到嘅發電總量咁多添。不過從中我哋亦都可以見到，無論係風電又好、光伏太陽能又好、水電都好呢啲再生能源佢嘅主要集中地咧，都係位於我國嘅西北部，或者好似水電咁樣咧，係集中於我國嘅西南部方向嘅。不過中國嘅用電大戶、用電大省
就唔係喺呢啲地區嘅，而反而係集中於我國嘅東部沿岸城市。因此，我哋透過呢啲再生能源所產出嚟嘅電，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就係超長距離嘅運輸問題啦。因為距離咁遠，喺以往嚟講，亦都會造成氣光電、氣風電等等嘅現象產生。單計2016年，我國氣風電嘅總量咧就達到496億千瓦咁多，就相當於每年浪費咗3座葛洲壩嘅總發電量嘅。而同樣類似嘅仲有氣水電、氣光電等等嘅呢啲情況，其實都係面臨住同一樣嘢，就係點樣能夠有效運輸呢啲新能源呢？關於呢個問題，其實到今時今日，我哋已經成功解決咗㗎喇。解決辦法就係我哋國家近年所頒發到嘅一個新基建項目之一，就係呢個特高壓輸電系統啦。實際上，自從2004年19年前啊，我哋國家嘅電網早就聯合各方嘅力量嚟到研發特高壓輸電嘅技術㗎喇。關於呢一個技術，完全係由到我哋國家自主嘅知識產權所利用到嘅技術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最先進嘅輸電技術。特高壓輸電技術，佢有距離遠、大容量、低損耗、佔地少等等嘅綜合優勢。由於採用住超高壓嘅輸送，中途損耗量極低。根據到國家電網公司所提供到嘅數據顯示，回路正負1000級千瓦嘅特高壓直流電網就可以運輸600萬千瓦嘅電量，由最遠距離可以運輸5000公里，當中嘅損耗咧就只有1.5% 嘅啫。截至到2022年，我哋國家嘅特高壓輸電技術已經構建成17交流電、16直流電，總共33條直流以及係交流電嘅特高壓輸電管㗎喇。喺呢30多條特高壓工程路線，佢嘅總長度咧就已經係達到4.96萬公里，變電容量超過5.1億千瓦，跨區跨省嘅輸電能力亦都超過2.5萬億千瓦嘅。有咗呢一種特高壓輸電嘅技術，電力運輸嘅系統就已經唔再成係問題，而我國亦都可以完全克服到北電南送、西電東送嘅難題。一旦完成特高壓網絡嘅搭建啊，我國嘅輸電量呢亦都會嚟到突飛猛進。現在預計到2025年，我哋跨區跨省嘅輸電能力就將會達到3.6萬億千瓦嘅呢個數字嘅，而去到2030年，仲會將呢個數字提高到去6.3萬億千瓦添。咁樣嘅時間啊，經過長達20-30年嘅準備，到時新能源就可以取代舊嘅能源生產方式，就由後備就轉為正選，徹底轉正㗎喇。去到呢個時間，能源獨立自主就已經再唔係遙不可及，而係觸手可及。到我哋嘅能源獨立自主以後啊，點樣高效、點樣規模化地利用呢啲能源，就會成為咗關鍵㗎喇。正所謂冇市場化，再好嘅能源開發計劃咧，都會成為無底嘅深潭嘅。不過呢個問題我哋唔需要擔心，現在呢一個時期正正係我國新基建嘅爆發期。無論係 5G 嘅技術、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等嘅高科技領域，或者係城際嘅高鐵、城市裏面嘅充電樁等等嘅呢啲傳統基建啊，都需要大量嘅電力運用、清潔能源嘅利用。其實啱啱先係迎嚟最好嘅時代，電力就好似新基建裏面嘅血液一樣啊！冇咗電，再宏偉嘅計劃都唔能夠實現。而特高壓輸電管呢，就好似電能入面嘅大血管一樣，承載住高效能嘅能源運輸嘅重大責任。呢個亦都係因為點解特高壓運輸系統會成為咗新基建項目裏面嘅核心之一呢？就係因為咁解啦。咁好啦，我哋講翻轉頭，開頭嘅時間我哋就講到點解我哋國家要大力推動電動車，點解要將充電樁都列入為新基建項目，其實都係為咗減少煤油嘅使用，喺終端嘅汽車上面實現到以電代油，喺城市嘅能源供應入面實現到以電代煤。我哋唔單止要實現到能源獨立，仲要實現能源市場化，形成良性嘅能源體系。我哋嘅所有目標都係用清潔能源轉化為電能，從而代替傳統嘅污染能源，嚟到徹底擺脫到
傳統嘅遊戲規則。咁當然啦，喺未來我哋唔能夠完全擺脫石油嘅，因為石油除咗能源供應以外咧，亦都有好多石油嘅副產品，例如我哋着緊嘅衫啊、纖維啊等等嘅呢啲東西咧，好多都係嚟自於石油嘅副產品嘅。而只不過係我哋要將石油從從前嘅主力位置將佢拉落嚟，取而代之嘅就由到新能源成為主力，石油作為後備，係要將呢個角色調換咁解啫。當我哋能夠成功將石油變為後備嘅時間啊，咁樣擺脫石油霸權，其實亦都係指日可待嘅。睇到嚟呢度，大家都會了解到我哋嘅能源戰略目標，最終都係要實現到自給自足，利用到新能源代替傳統石化能源嘅呢個目標嘅。不過如果以為到實現能源自給自足，以及係取代傳統石化能源，就以為係我哋能源戰略裏面嘅終點，咁就未免睇得太過簡單啦。其實我哋嘅目標遠遠都唔單止係咁樣。以上講到嘅嘢，只不過係實現到我國能源戰略嘅第二步啫。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石油霸權唔單止係只依靠我國嘅力量就能夠擊敗嘅，所以我哋仲有第三個更加宏偉嘅目標嚟到實現我哋未來嘅能源計劃嘅。嗱，之前我哋講到啦，我哋係會利用到基建項目輸出去其他國家，然之後再透過外匯嘅輸出，就嚟到換翻能源嘅入口。透過咁樣嘅循環嚟到實現到中國同其餘國家嘅經濟帶噶嘛。其實利用到呢個概念，當我哋實現到再生能源已經去到一定自給自足嘅時間啦，咁樣我哋可唔可以用翻相同嘅概念嚟到將我哋嘅特高壓電能輸出去其他國家呢？答案其實係完全可以嘅。我哋同樣都可以利用到我哋嘅特高壓電走出去，令到經濟走進來嘅策略同樣都係行得通嘅。隨住我國推動一帶一路嘅背景底下，一帶一路嘅沿線國家對於電力嘅需求咧，同樣都係極為旺盛嘅。清潔能源頭先我哋講過啦，分佈咧就好唔平衡嘅。我哋國家嘅風能、光能以及嘅水能都係集中於我哋嘅西北部同埋西南部地區。其實我哋一帶一路嘅沿線國家都係面臨住呢個問題嘅。雖然好似外蒙古就有豐富嘅能源資源，或者好似東南亞國家咁樣啊，都有一啲充足嘅水能資源可以利用嘅。但係好似我國周邊嘅南亞大陸，又或者係好似日韓呢啲國家，佢哋同樣都係冇乜呢啲條件嚟到發展新能源嘅。為咗應對住呢種嘅唔平衡，喺2013年呢，聯合國嘅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就喺新疆嗰度召開咗一個探討會，目的就係打造一張覆蓋40多個亞洲國家嘅超級電網。呢個計劃又稱為未來亞洲集體能源策略嘅。提出呢個構想之後當場就令到好似日本或者韓國呢啲國家產生濃厚嘅興趣。不過想法係美好，但係現實卻係殘酷嘅。能源安全作為每個國家最敏感嘅話題，又究竟點樣用啲乜嘢方式將佢聯繫埋一齊呢？呢個先係現實。答案就在於以一帶一路成功構建嘅經濟走廊、能源通道以及合作共贏嘅新思維，就正好為呢一張能源大網提供最好嘅樣板啦。特高壓電就好似係升級版嘅能源通道一樣，所需嘅技術、基建能力、大量嘅資金以及係統一嘅標準電網，種種嘅嚴格要求就只有中國可以能夠實現同埋滿足得到嘅啫。喺東北亞呢一邊，中國、韓國同埋蒙古所合作到嘅戈壁荒漠超級電網就已經簽署咗諒解備忘錄啦。咁樣亦都意味住中國正在向亞洲超級電網嘅戰略上面邁進咗成功嘅第一步。一旦呢個超級電網嘅建成，將會成為整個亞洲最強嘅能源解決方案。呢一個亦都係摒棄傳統石化能源、摒棄到石油霸權嘅最佳方案。以電嚟到取代石油天然氣已經變得再唔係夢想啦，而且亦都符合到人類可持續發展嘅目標添。喺呢個方案入面，唔理係能源豐富嘅貧窮國家，或者係工業發達嘅富裕國家，都能夠從中獲利。喺呢一個能源方案入面所有嘅國家都將會成為電網中嘅一環，無分彼此，亦都唔會好似
某啲國家咁樣啊，成日都要將自己提升到最高層、最頂層嘅地位。喺呢一個計劃入面呢，冇分邊一個國家係位於食物鏈嘅頂端嘅，所有嘅國家必須要環環相扣。而我哋中國就將會成為呢個方案嘅主要技術提供應者，亦都係最重要而且係不可或缺嘅一環啫。所以正如我話齋，其實中國嘅呢一個能源發展大計，與其話係一個陰謀，倒不如話係一個陽謀啦。因為計劃早就已經公布晒出嚟，而且呢個陽謀仲係一個冇辦法被拒絕、冇辦法被擊敗嘅陽謀嚟嘅。同我國大力推動清潔能源嘅項目相反，美國為咗頁岩油嘅開發已經退出咗巴黎協議㗎啦。守舊嘅美國依然係抱住能源霸權嘅舊思維，亦都唔願意擁抱到清潔能源嘅新構想。咁就更加唔好講到啊，美國係願意投身中國帶頭嘅新能源互聯網啦。大家可以試想像一下，假如美國拒絕參與全球嘅能源互聯網，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其實亦即係代表咗全球能源嘅呢個問題上面啊，嚟到去美國化，情形就等同於去美元化一樣嘅啫。我哋嘅能源戰略目標之深，所謂到全世界帶嚟嘅好處，真係唔係誇張咁講句啊，3日3夜都冇辦法講得完嘅。即使係美國死攬住守舊嘅態度，亦都冇辦法抵禦到我哋國家嘅能源戰略。既然呢個方案喺亞洲係可行嘅，咁點解唔能夠實現到全球通行呢？答案依舊係可以嘅。2018年全球能源互聯網大會就喺北京嗰度開幕，會議亦都首次披露到9橫9縱嘅全球能源互聯骨幹網絡計劃嘅方案就被提咗出嚟啦。咁亦都意味住我國嘅全球超級電網計劃已經放眼全球，越嚟越多嘅中國企業都奔赴到亞洲尋找商機，甚至乎有一啲中國企業咧已經開始遠征美洲，並且獲得到巴西特高壓直流輸電嘅1期同埋2期嘅項目工程噶啦。而其餘嘅中國企業亦都獲得到巴西嘅水電輸電1期同埋2期項目等等嘅多個大型輸電特許項目嘅。眼見到巴西積極參與，佢嘅鄰國智利以及係阿根廷等等嘅國家輸電項目咧，亦都積極同到中方嘅企業嚟到進行洽談。所以我哋就可以諗清楚，如果美國依然係活喺佢嘅過去，想死攬住佢自己嘅石油霸權、能源霸權嘅話，其實佢最終都會俾時代淘汰嘅啫。因為佢所做緊嘅係一啲損人不利己嘅事情，其他嘅國家都識揀嘅。除非美國呢一刻選擇擁抱未來，徹底放棄佢霸權嘅舊思想，但係美國會咁做咩？因此，我哋絕對相信未來嘅世界入面一定係屬於中國嘅新清潔能源嘅世界，而並唔係舊嘅屬於美國嘅污染能源世界。當然，呢一刻嚟講就唔會話到我哋聽日瞓醒就會實現到呢啲計劃，任何宏偉嘅佈局都唔係一蹴而就嘅，而係需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嚟到去實現嘅。我哋有咗正確嘅方向，只需要努力做好自己，靜待開花結果，咁樣就得噶啦。跟住我哋就講下，而家內地公安部為咗繼續加強咁樣去打擊嗰啲電騙嘅罪案，就起草咗一個叫做電信網絡詐騙嘅懲戒辦法。咁個名係有啲長嘅，咁簡稱咧就叫做徵求意見稿啦。因為佢只不過係起草緊嘅啫，但係當中嘅懲戒辦法都好有意思嘅。咁大家知道啦，而喺東南亞嚟講咧，嗰個電騙嘅罪案問題係十分之嚴重嘅，而且當中仲涉及到好多亞洲國家嘅人士就參與呢個電騙嘅活動，咁亦都包括埋我哋中國。雖然呢啲電騙嘅罪案咧就喺外國發生，即係多喺緬甸啊、泰國啊呢啲地方。但係我哋中國公安亦都唔係話袖手旁觀嘅，因為當中有啲中國人係會犯案噶嘛。咁雖然我哋中國公安就唔可以去到外地去到執法啫，但係都起碼出台一啲政策，就嚟到懲罰嗰啲逃到去呢個緬甸去做電騙嘅中國人啦。咁所以起草咗呢個徵求意見稿呢，佢係共分為19條嘅。咁當中包括咗懲戒嘅原則啦，懲戒邊啲對象啦，相關嘅懲戒措施係點樣呢？亦都係有分級嘅。有啲人犯案，有啲人犯案參與度高啲嘅，重罪啲就懲戒得勁啲。同時亦都包括埋個懲戒嘅程序究竟係點樣嘅。
咁首先講下懲戒嘅對象先啦。咁對象就一定係參與嗰啲咧電信詐騙嘅人噶啦。咁所以進行過嗰啲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嘅人咧，一定係走唔甩，一定要懲戒嘅。只要揾到證據，佢就會係懲戒對象噶啦。另外就係因為電信詐騙而受過刑事處罰嘅人員，咁既然佢都受過呢個刑事懲罰咯，咁即係有做過電信詐騙嘅活動啦。咁呢啲進行電信詐騙嘅活動唔一定係叫你去 OK 樂園嗰個先係嘅，咁仲有好多崗位噶嘛，以及仲有好多嘅動作都係屬於電信詐騙嘅。就例如話非法買賣或者係出租啲電話卡俾人啦，因為而家我哋講緊開電話卡全部都要實名登記噶嘛，或者係非法咁樣借用自己嘅銀行戶口俾人去到賺錢啦。咁呢啲銀行戶口有可能係涉及一啲犯罪嘅活動噶嘛。仲有就係而家電子支付咁流行啦，出租自己或者出借自己嘅電信支付賬戶俾其他人用，其實咪等同係出租或者係出借自己嘅銀行戶口俾人用咯。咁有處理過呢類嘅活動，有開過呢啲假嘅電話卡達到3張以上，咁屬於呢個電信詐騙噶啦，有機會。又或者係假冒他人身份，虛構一啲代理嘅關係去到開電話卡亦都算噶。咁所以就算係投入到輕重唔同都好啦，只要係經過公安機關去到核實，就可以列為呢個懲戒嘅對象噶啦。咁懲戒都有分級噶，若然係實施過呢個電信詐騙以及係一啲關聯嘅犯罪活動而被追究過刑事責任嘅人呢，佢嘅懲戒年限係3年嚟噶。咁如果冇被追究過刑事責任嘅人，但係呢又係俾公安機關認定咗列為呢個懲戒對象嘅話，懲戒期限呢就會係2年嘅。咁一旦呢係進入咗懲戒期限嘅話，咁呢啲嘅懲戒對象就會可能面臨一啲後果噶咯，可能就係懲戒期限嗰3年裏面就禁止佢開一啲電話卡啦，因為防範佢透過開呢啲電話卡再去做一啲電信詐騙嘅案件啊嘛，又或者係將啲電話卡賣俾人啦。咁到時可能呢只係會保留一個佢常用嘅電話 number 俾佢，而呢個電話 number 呢又係經過實名登記，佢係冇可能呢出租俾其他人嘅。咁除咗喺開電話卡上面係會遇到呢個懲戒嘅後果之外，亦都禁止呢啲懲戒嘅對象去到開設一啲支付嘅賬戶嘅，因為而家網上支付咁流行，而呢啲人濫用咗科技嘅便利，咁所以禁止呢啲人開支付戶口都係好合情合理嘅。但係呢方面呢，公安部亦都研究過，就唔使擔心佢話呢生活上完全用唔到支付系統嘅，因為會確保呢可以滿足到佢基本嘅生活要求嘅。咁就可能係保留一個小小嘅支付戶口俾佢，而嗰個小小嘅支付戶口呢，可能有設定金額嘅上限，或者對佢嘅資金流通係有更嚴厲嘅監管，防止佢哋利用呢啲戶口就流入流出一啲污糟錢嘅。同時間呢，呢啲懲戒嘅對象又只能夠係用到基本嘅金融服務。相信一啲透過金融機構即係銀行咁樣去借貸嘅嗰啲服務呢，嗱呢啲懲處嘅對象就應該用唔到噶啦。咁所以我哋見到我哋內地嘅公安部門對於打擊嗰啲電騙嘅罪案呢，真係不遺餘力噶。就算控制唔到境外發生嘅事情，起碼喺我哋境內，我哋中國之內發生嘅事情，若然有人想透過呢個電信去到犯案，去做一啲詐騙嘅事情，我哋中國嘅公安都會諗辦法呢，就嚟到制止佢。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2日嘅行程。第2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瓊海國家濕地公園嘅。
瓊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瓊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彝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裏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游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侯祠。武侯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侯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靈所組成嘅。武侯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沿理論，
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呢，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攝縣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
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呢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㗎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窄巷子。喺呢度咧，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咧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咧，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咧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嘅。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噶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
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噶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嘅。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文三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